Hello，大家好，我是天鹅文琪，就是我第一次要来开箱影片呢，希望是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说这个游戏的一些故事，就是它生产的制造一整个过程。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规则，所以如果你想要直接跳到规则的话，就直接跳到后面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游戏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它是台湾作家的游戏，我们宣传了一阵子。那总共有4位台湾作家一起合作的一款游戏。那是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请我去当一个比赛的评审，然后那个比赛其实还蛮有趣的。那个比赛叫做赛克松比赛，那它就是60个小时，他们会去分组，然后所以组员是有点随机的，那就是4到5个人，然后呢要在60小时内完成一款用这个台湾科学教育馆里面的东西，然后做一个跟科普的主题有关的一个桌游的雏形。那时候就是很荣幸被邀请去当他们第一阶段，它分成2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评审，那就是试玩一些游戏，接着就给他们设计师一些修改的建议啊等等。那第一阶段去了之后呢，其实第2阶段他们后来有一个类似像惩罚的东西。那时候惩罚就是我有去，然后玩了还蛮多游戏的，然后玩到了这一款的雏形，然后就觉得非常的不错。文琪自己觉得就是如果一款游戏就是直接说我们今天来学什么什么东西哦，这样就有点惨了。但是那时候玩到这一款就是觉得说它只是套用里面一个小小的一点点的概念，就是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要教你任何东西，然后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去用到科普的一些小小的知识来做这款游戏，然后就觉得哇还蛮不错，所以还蛮戏剧性的，就是我说第2阶段结束之后跟他那个有点像惩罚测试，一玩完就现场口头约了，就是说这款游戏请签给我们这样子。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跟作者谈制作的部分。那时候那个游戏的雏形其实是非常其实也还算蛮完整的，因为他们4个人里面那个比赛有包含美术，所以就是他们要初步的给这个游戏一个美术。那我今天有带那个时候的一个照片来，大概那时候做完成度大概是这个样子吧。所以它其实板块有画一些海洋，然后有一些火山，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直述的名字叫做板块推推。后来我们就想说好，那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帮他想一个正式的名字。好，然后接下来就进入到就是游戏漫长的测试过程。那这个测试过程当然就是跟其他所有的游戏一样，就是要不断反复的测试规则跟编辑这个游戏。那这个部分就是由我的同事大光还有玉晶一起完成的。然后呢，就进入到谈美术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想说这个游戏到底要做怎么样一个大小。那时候其实那个多米诺王国刚刚上市，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个大概相同或者是大一点点等级，但是以多米诺王国做一个参考的游戏。应该是作者或者是我们这边灵光一闪，然后就想说不然我们就找那个多米诺的画师来画好了，然后就真的找他来画了，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因为跟绘师的沟通是由我这边来负责。那时候2017 Essen 的时候就见这个作者，然后跟他说我们还蛮想要跟你合作这款游戏，然后也跟他试玩了一下这个游戏这样子。他就说他很喜欢，他想要画。我们就好太好了。然后后来就也开跟作者说我们还真的找了多米诺王国的画师来画这款游戏。然后就是 Essen 第4天的时候，画师就突然跑来摊位，然后他就拿了他就带了一盒多米诺女王过来，然后他就说这个送你，然后好，然后就打开来看，然后就得了，里面画了一幅很可爱的一幅画。这样看得到吧？就是里面有写说，就有一段小小的话，他就写说如果你的任何一个火山有火不够了，可以叫我，可以召唤我。因为造陆计划里面有很多的火山，所以就是有这个小小的梗。然后他写说 I believe I can fly， 然后可以碰到天空这样然后就写说很开心可以一起合作这个项目。好，那还是要先来介绍一下游戏的背景。它的主题就是在未来海平面上升，
某些地方可能被人类破坏到不行，人类没有新的陆地了，所以就是要来造陆。方法还蛮直觉简单的，就是呢，那时候都说得打一针到地球的核心，然后就会火山爆发，就会有新的陆地产生。很简单的一个想法，那时候也是跟会师这样子说，他就有想到说，那海洋的部分，因为游戏中有还蛮大部分是海洋，然后是看不到陆地的海洋，那总共有25个板块，就是他就有自己去发想说，里面的海洋可以画成，这是他的手稿，可以画成很多不同的，像是这个是淹没的桥。然后还有一些核能罐浮在海水面上面，然后有一些人在求救，有一个奇幻的生物，可能是核能影响出现的生物之类的。好，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原始板块、原生岛屿，就是一开始人类破坏殆尽的一些示意图。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陆地，然后再来会产生高原。那时候就想说，高原要怎么个画法呢？然后这就是我的示意图，超级简单的，就是讲说，这是一个平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山，上面有房子这样子，然后他就照着这个去画。其实他一开始先画了，就是有山有水有房子，然后我们讲说，这样看不出来它有点像一个高原，然后这有一个火山，我们讲说，那这样其实你在高原已经安全了，就不用有火山。然后我就再跟他讲说，我们希望就是做这个样子。然后后来他画图超迅速的，就是我给他之后，他第2天就会立刻给我，给大家看一下高原。高原后来就长这样。的了，那这个就是他一开始画给我们封面的一个草图，这个是原本比较就是海浪看起来比较生动的一个画面，然后后来就是做成这样子，我还蛮喜欢这个改动的。稍微看一下这个 proto， 就是像这个原生岛屿啊，这个是 prototype， 可以看得到这个都比较的小，游戏刚刚上市这样子，所以现在买的话，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很漂亮的钥匙圈，是皮质的，这个样子。后面写造陆计划，然后这个火山就是这边后面出现的这个火山，然后很有质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游戏吧。游戏就是叫做造陆计划，那时候想超久的。一开始代称就是叫板块推推，后来可能变成火山推推，后来又变成名字好像叫2165造陆计划，就觉得太长，后来就很简洁叫它造陆计划。还有以前叫什么造岛计划之类的，反正就是最后呢，我们就叫它造陆计划。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开箱的部分，就是来先看一下盒子的封面，很漂亮吧的。然后在这边有写说，就是作者的名称，吴怡安、吴维忠、徐宏志跟蓝宫宇4位设计师，然后就是画师是他名字超难念，Cyril Boquet。他名字有一个花束的男人，然后后面就是讲说游戏的内容大概有这些东西这样子，然后侧面的话就有我们的 logo 新天鹅堡桌游，然后跟泛亚天鹅。好像最近有被问到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新的游戏都越来越多泛亚天鹅。那其实泛亚天鹅也一直是我们的名称，因为我们的名字叫 Swamp and Asia， 那就是天鹅泛亚洲。好，那游戏时间30分钟，人数2到4，年龄8以上。盒子、说明书，然后就是游戏超级香，是很香的纸的味道。听一下这个声音，这样可以感觉出它的厚度吗？超漂亮，而且超多细节可以看的，就是会是厉害的一个地方，有很多小小的细节，在游戏的过程中就会看到，原来里面有这个小小的东西这样子。唯一需要戳的部分就是它的分数，也就是食物。这个游戏里面最后得到的食物就是等同于分数，1分有鸡，然后5分是猪。还有1包 token。好，那可以准备开始了。好，那还是来
讲一下有什么东西。这个是原生板块，首先我们要把原生岛屿板块放在4个角落，接下来就把剩下的海洋板块铺出来。海洋板块超漂亮的，上面有很多细节可以看，那其实不影响游戏，只是观赏使用，就可以看到沉掉的东京铁塔，沉下去的自由女神，然后还有外星人跟一些海怪，超可爱。然后呢，6角形的这些是新生陆地板块，然后还有高原板块一叠，还有食物，也就是分数。这些呢是火山标记，然后有一个移动标记，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人会有4个族人标记，那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等一下就要操控他们。那如果是2个人游戏的话，一个人就会有5个米宝。然后呢，有2个火山骰，就是等一下会决定火山生出来的位置。整个游戏呢是轮流进行，就是每个人的回合会轮流，那直到达成游戏的条件，就是结束条件，那我们就来算分，分数最高的玩家获胜。好，那 setting 的话呢，首先拿一个新生陆地板块放在正中间，接下来呢拿4个火山摆一个阵放在周围，火山标记放在周围，接下来就可以开始了。那刚刚说换到你的时候呢，会有2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地层变动，第二个阶段就是族人行动。地层变动的时候呢，首先会用这个移动标记选一列或一行一列，不管是直的还是横的，那我们就选一列，然后往一个方向推。好，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当然希望等一下我可以赶快登到陆地上，所以我可能会想要把陆地往我这边推。好，那假设说这个前提，那我就去推，往一个方向推。推完之后呢，地球是圆的，所以这个就会这样移过来。好，那接下来呢，产生火山的部分就是你推完之后，选一列推完之后呢，就会去骰这个骰子。那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你的上一个玩家是往这个方向推，那你就不可以就是说跟他往反方向推，你要跟他往同一个方向继续推 OK， 但你不可以把他推回来取消他的行动这样子。接下来就是骰这个2颗骰子。骰完之后呢，这个骰子呢，其实它的骰面是1到5，那有一个是空格，空格等一下再说。那假如说我骰到2跟4好了，我就把它放在2跟4的位置，意思就是我可以去选择我要在2还是4的地方长出一个新的火山标记。好，那如果我放这，就放这就结束。好，如果呢是骰到空白的面，那我就可以选择在场面上的任何一个位置放这个火山标记。那但是我不可以选择已经有火山标记的位置，一定要是空的。那还有不可以选择，如果这边已经有一个高原了，我不可以选择高原上面再生火山，因为高原已经是一个稳定的地形，它不会再长出火山，它安全了。好，假设游戏过程中已经变成这个样子，那我选这一列去推，推完了，然后我骰到2跟5，那我可以选择我要在这里放，或者是放这里，那我选择在有火山的地方放。好，那当2个火山相遇的时候，它们就会喷发，还蛮简单的。好，那一开始只是有一个火，就是这里有点热热的，然后现在2个撞在一起就喷发，那喷发呢就会产生新生陆地，也就是这个6角形的新生陆地。好，那如果呢火山的十字周围有火山标记，它们就会连环爆 ，OK， 不会只爆一个，就会全爆。好，那我们来看哦，刚刚的火山影响这一格，所以就是我们先处理爆发，就是只要在火山十字周围的火山也会跟着连环爆。那像这一个，刚刚这个，所以就是我们先把爆掉的火山躺下，在这里，全爆。好，那再来就是处理族人罹难的部分，因为只要在十字周围的族人就挂了，就可以回家。好像这个影响这个，就会回家。好，那这个旁边的这2个要回家。好，这个人也可以回家。假如说这样回来一下，假如说这个火山是在这个位置，那因为地球是圆的，所以这个也会影响这个人，这个人就回家。好，但是这个人就没事。罹难的部分处理完了，我们就要处理新生陆地，就是陆地隆起。那有2个火山相遇嘛，事发点是这一个，那一个火山会留在新生的陆地上面。那接下来呢，就把火山的位置全部换成新生陆地，很简单。那如果呢是新生陆地上面有的火山，就会换成高原，就会长出高原。好，接下来呢就会换到族人行动。那就是你要执行你的族人行动呢，会分成2个可以选，然后你可以做2次。第一个呢就是
派遣族人，那派遣族人可以从4个原生岛屿任何一个地方。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地球是圆的，所以就是一开始这些地方都在一起。那我超喜欢这个它的原生岛屿的，像这个就是核能的污染，然后看起来长了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花，有点像食人花的花。然后像这个就是垃圾污染，很多的垃圾跟怪兽，这个就是工厂污染排放废水，然后看到海洋里面有一些死掉的动物，然后这个就是战争污染，有一些战争留下来的东西这样子。好，那派遣族人你可以派遣到任何一个地方，这个算一个动作哦。那你可以2个动作都选这个动作，你就派2个人在不同的地方，这样 OK， 那你的回合就结束，换下一个人。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移动，那移动很简单，就是可以选择移动一步，或者是一步。OK， 因为地球是圆的。好，只要在你的回合有制造出陆地，无论是几个，或者是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有制造出陆地这件事情，就会让你获得1份食物，也就是1分。说我刚刚在这里没死，然后它就是我也可以一步就上岸了，只要你上岸了，就会获得2分。那如果我刚刚在这里1步2步，第2步到高原上我就真的安全了。你可以看到这些新生板块上面其实都还有一些危险，就是其实不适合人类长久的居住这样子。那你要到新生高原上面就会看到可以养动物，然后就可以有食物这样子。好，那只要你上来又会获得2分。那你就问说，这样我可不可以一直回海里？不行，因为人类离开了危险的海洋就不会想要再回到海洋当中了，所以上高原的人也可以躺下了，代表他已经达成了他的任务。这个呢也是游戏的结束条件。当有5个人，不管是谁，就是全部加起来有5个人躺在高原上面的时候，代表有足够的人类已经安全了。游戏就会结束，我们就会来算分。那如果呢，就是新生陆地跟高原的板块都用完的话，也会造成游戏结束。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每一个板块呢上面，我刚刚说这个不是1个人，它是一群人，所以每一个板块上面呢有容量限制，就是最多2个人，2群人。OK， 太多人会打架。好，那包含高原上面也是，就是最多就是2个人。假设说是这样，已经躺好了。如果我在这边。这里已经有2个人了，我连经过都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要想办法推，然后绕开经过这样子。再讲一次分数，就是如果你离开海面获得2分，如果从这边跑到高原上面，这样会有2分。那如果你在回合的过程中有制造新的陆地，这样会让你得到1分。最后呢，游戏结束呢，就是有5个人躺在高原上面，因为等一下可能会有更多的高原嘛。好，那这样5个人躺完就立刻结束，我们就来算分。好，那游戏结束的时候，最后呢，就是躺着的人跟站着的人，只要在场面上的人是存活的人，这样子就会1个人就是1分。那像黄色这样就是1、2、3，就会再加3分。但如果是在家里还没有出发的人就没有分，那我们就会把分数都加在一起，就是拿那个食物圆片，那一个就是1分。游戏结束的时候，最多分的人就获胜。它是我们今年很重要的一个作品，那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会变成很像我一定要让我自己的族人上到那个陆地上，其他人我都不管，而且会尽量把他们往火山去推，这是游戏的一个必经之路，一定会发生的。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谢谢大家。